贱人！本王让你陪葬！我没有杀王妃，求王爷相信我。你还敢狡辩？你的侍女小绿已经招认，是你姬和我张姐抢了王爷，所以趁着张姐临产在即，要让她一尸两命。你说，只要她死了，你就能当王妃。罗锦书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贱人！我张姐待你这么好，你杀了她不说，还要把她毁容！不可能的！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为张姐报仇！簪子插进了他的手臂，血液顿时就染了衣衫，又瞬间被雨水冲散。你就这么下贱吗？好，本王如你所愿。沈任，把他拖出去，让王府最低贱粗鄙的奴才好好招呼他。一名粗横的侍卫踏雨而至，粗暴的手抓住他的肩膀，宽松衣衫褪下，他吓得连滚带爬的扑到云静风的面前来，哭着说：“王爷，小绿撒谎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呀！”云静风眼底的恨意烧起来，仿佛是要把他灼成灰烬。沈任，愣着做什么？外头早已围满了府中的下人，每一个人对他都是咬牙切齿的恨。哎呀，简直就是猪狗不如！王妃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能够下得了手啊？这种事情一条寄人篱下的蛆虫，不思王府受用之恩，还反过来伤害恩人。他想当王妃想疯了呀！平日里装的楚楚可怜，王妃就是被他蒙骗了，这一件货死10000次都不足惜。听着这些恨意入骨的话，陆景书哭喊着辩解：“我真的没有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不会害王妃的。”还敢反抗！忽的，他用尽全力撑起了头来，拔下了手臂上冷霜霜刺进去的簪子，狠狠地送进了自己的胸口。我没有杀王妃，为什么不信我？闪电划破黑沉沉的天际，裂出一道光芒，雷声随即大作，轰隆隆地敲震着人间。死了，真晦气！但以为死就可以逃过去了啊！马夫全身一僵，鲜血喷涌而出，痛，仿佛被凌迟一般的痛。他，天战医局总司骆景书，研发了天战医局的蓝血医药系统。怎么可能？蓝血盾是天战局的攻护战盾，战盾里装载了蓝血脉冲战时护身系统和他亲自研发的医药系统。蓝血盾竟真的可以随传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但眼下先顾不得那些，心头含冤的憋屈折磨着他，不管是前世今生，他都背负着洗刷不清的冤屈。罗锦书怎能这么狠毒啊？张姐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他要这样害我张姐？继续用针呐！愣着做什么？唉，王爷，只怕是无用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若有话，请王爷尽快说，
只怕王妃是撑不久了。出去，全部给本王滚出去！姐夫，姐夫，我与你留在这里，与张杰话别。沈任，沈任当即命侍女上前来，把冷霜霜带出去。闪电狰狞，雷声轰动，雨声吵杂之间，石阶上有一道影子踏雨而来。我能救他。毒妇，本王现在就杀了你！骆锦书手指抚过手腕上的蓝血盾，林劲风顿觉到心脏一痛，当即就昏倒在地。暴雨沉沉，夜色漆黑似墨。他启动战时护身系统的逃遁功能，蓝血盾凝聚了2道力量注入他的后背，防若形成2道翅膀，御风雨快速掠行。你们这群废物，这么大的人离开也没发现。沈任，点齐府兵随本王去，便把这京城翻遍了。本王也要找到王妃。王爷，需要报备一下吗？通知衙门巡防营，让他们一同搜查。若发现骆锦书的身影，马上抓获，送至本王面前。那是否对衙门和巡防营严明罪行？直说。此事惊动了京中各处衙门，但寻至次日天亮，也一无所获。继续搜，不管是谁的府邸，都给本王搜到为止。会不会离开了也只是在附近呢？他怎么可能会带着王妃的遗体走太远呢？她也不过是16期的弱女子。王爷，您看这是否王妃随身携带的玉佩？在哪里寻到？围墙，与萧王府相邻的围墙。去，敲开萧王府的门。但是围墙高丈2，他不可能翻得过去啊。他翻不过去，但若有人帮呢？不可能，萧王府会派人来助他的，殿下绝对不会。哼，他不会。冰景风冷笑一声，打断了兰宁侯的话。他曾如何针对本王，岳父不记得了吗？沈任，去拍门。开门，开门！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人命关天，此乃天大的事，他萧王府理当配合。开门！本王奉旨搜查犯人，所有府邸均不得关闭大门，拒绝搜查，否则一律视为凶手同犯。嗖嗖的几声，是箭矢迅速划破空气的声音。这笔账，本王记下了。爷，蜀王退了。爷，需要去一趟武恒居吗？他都来1天1夜了，今晚蜀王闹到门口，想必是猜出他躲在这里。不必。声音丝毫没有起伏，沉静若水。他既然能进来，自然也能离开。我们不过与人方便，并无什么损失。如今外头人人都说他杀害了蜀王妃，这事闹得太大了，属下就是怕会惹出什么麻烦，扰了您的安宁。萧王浅笑，但笑意有些冷。他有什么理由去杀害蜀王妃呢？若有这份狠心，当日拿着婚书登门便可大闹一场，何必要忍气吞声这1年再狠下杀手？本王不喜欢云劲风的原因就在此，他遇事不过脑子，既不沉稳，也不成熟，更无半点聪明机警，庸才。这本是狗都能想明白的事，不知他脑子里头装的什么草，
可惜的是，皇上喜欢他呀。当日悔婚这么大的事都没有责备他，甚至还想立他为太子。皇贵妃自入宫起，皇上就一直专宠她，为她冷落6宫，中宫也形同虚设。既是深爱，他想立皇贵妃的儿子云静风为太子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属下倒是好奇，这骆景书是怎么带着蜀王妃进到咱萧王府，而且不惊动我们，更没惊动狼群的呢？爷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萧王唇角狞笑，却也不言语了。半晌，他才缓缓道：兰姬，你送些饭菜到武恒居去，放在门外，冲里头说一声便可。他若想出来见我们，自然会出来。若还不想见，他的事办完了就会离开，咱们就当他没来过。武恒居，粥放在外头，想吃自己拿。外头的人说完这句话，脚步声便渐渐远去。记忆浮起，是关于这位萧王殿下的。萧王云少渊乃是当今皇上的胞弟，皇太后40多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。你要好起来啊！你难道不想见见你儿子吗？蜀王妃依旧是气息微弱，曾经是美丽的贵女出身，如今却变成了丑陋的女子。云静风还会一如既往的爱她吗？凶手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下这样的狠手？蜀王府，姐夫，还没找到张姐吗？陆景书那贱人到底带张姐的遗体去哪里了？莫不是他杀了张姐不够，还要毁她尸身？他太恶毒了！沈任，你派人去一趟北周，把洛启北的坟给本王挖了。王爷，骆大将军是您的恩师啊。且不说本王没有正式拜师，便拜了。他是败军之将，朝廷罪臣，本王自当与他恩断义绝。他教女不善，害了王妃与本王的孩子，便挖了他的坟，也是骆家该有此报。但皇上始终没降罪于骆家，若真挖了骆家的祖坟，只怕百姓和朝中官员都会指着您的脊梁骨痛骂。叫你去便去，扯什么其他的？谁敢骂本王，本王便杀谁。王爷，还请您三思啊，此法实在不妥。表哥，王爷叫你去，你啰嗦什么呢？若不用此法，怎逼得那毒妇出来？难道你忍心看到张姐一尸两命之后，连遗体都要被他毁烂吗？表妹，你别胡说，挖坟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哼，我听父亲说，皇上本就是要问骆家的罪，只不过他战死沙场，且他的夫人也随殉而去，这才放了他们家的。败将丢掉的城池，是皇上在位期间最大的耻辱，皇上恨他入骨呢。沈任，本王不想再说第3遍。你若不去，有的是人想顶替你侍卫长的职位。本王身边不需要仁慈的狗。属下并非仁慈，只是与王爷名声有害，唯恐误王爷大事。滚开，废物！沈任不去，自有人去。府门大开，10余黑骑狂奔而出。翌日一大早，你怀疑凶手在萧王府，这是合理的，但你皇叔和此事绝无关系，你且传朕口谕，
叫他开了门，让你进去瞧瞧吧。若不让你亲眼瞧过，你也不死心啊。父皇，儿臣昨晚敲门，说是奉旨搜查，但萧王府的人竟射箭恫吓儿臣。您若不派禁军跟随儿臣前往，只怕他还是不开门。你说奉旨搜查，萧王府不开门，还放箭恫吓？儿臣绝无虚言，儿臣的岳父和巡防营高陵在场，亲眼目睹的。你皇叔自受伤之后，性情有些孤僻，你不必与他计较太多。朕会派人跟随你前往萧王府，若搜查过没有，你必须跟你皇叔赔罪道歉。父皇，儿臣只要您一句话，若凶手窝藏在萧王府，该如何处置？若你皇叔真这么糊涂，顾念着与洛启北的战友情谊，窝藏杀害王妃的凶手，企图帮洛景书逃离京城脱罪而去，自当殿前一罪。有父皇这句话就行了。新仇旧恨，今日可以起报了。哼，云少渊，本王要把你从神坛拉入泥尘里，看往后满朝文武，谁还敢敬重一个窝藏逃犯的同犯？萧王府，谢谢你。再冒昧提个请求，能给我带件衣服吗？这里很冷。等着。他回去取了一件衣裳。府中美女子，你将就穿。谢谢。若有机会报答师范赠衣之恩。你能自保再说吧。蜀王派人去挖你父亲的坟了。挖坟？云静风丧心病狂了吧？怎么干得出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来？他很是愤怒，虽然他不是原主，但或许是因为有着原主的记忆在，而记忆是包括事情记忆和情感记忆的，父女之情无法割舍。牺牲的大将若落得这般下场，实在是国之悲哀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活着的勇气，或许是凶手的身份让你无法面对，但是这人既然对你恨意这么深，能放过你的儿子吗？我不可能带着你的儿子离开京城，他是会回到云静风的身边，到时候谁能保证他的安危？我知道你听得到我说话，你争气点吧。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，你要护他周全。我知道你一直被保护得很好，不曾历过真正的艰难，现在才知道世事残忍。可你当了母亲，有人需要你护着了，你坚强一点啊。或许这两句话触动到了蜀王妃。洛景书等待这个奇迹出现。为母则刚，蜀王妃你不要放弃。圣旨到，请萧王殿下接旨。既是圣旨到，请梁统领稍等，王爷要沐浴熏香，设下香案，迎接圣旨。果然是用这一招。皇叔啊皇叔，你能想到的，侄儿能想不到吗？早便叫沈任在附近布防，任你这人武功再高，这青天白日里想要把凶手和王妃遗体偷运出宫，绝无可能。萧王府内，王爷，云金风带着粮食和京兆府巡防营的人过来了，怕是要搜府，且是真的拿了圣旨前来，不能不开门。那武恒居的人要怎么处理？那便打开中门，迎接圣旨。可这一旦搜府，武恒居那边瞒不住，而且他们去了北周还没回来，府中只有属下和您，只怕瞒不过去的。不必瞒，你让他们搜，若搜出来你护着他的性命，别让云静风把他带走。至于云静风想对本王怎么样，你不必阻拦。本王今日
要彻底废掉他被立储的可能。